这个小伙见人就上去搭讪，接着就被他拉走，在家里的也被他喊出来，说个话就被拉走，就连他亲弟弟更是拽着就走。原因竟然是隔壁村偷他们的水，还打了人，他要凑人数去讨要的说法。纷争开始了。你这死老头子，你不去抢水，你让我儿子去，现在被人打中了头，医生说要是这几天醒不过来就完了。我给朝阳算过命，八字上说了他不是短命的人，以后因妻致富，5个孩子的命，而且我已经给他交过魂了，再不行我晚上再去叫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搞你那套封建迷信，你个没良心的老东西，你走火入魔了。哎呀，我说了你还不信，哪次我没说对？妈，你别骂我爸了，老三他是杨瞎子家老大打伤的，马上就天黑了，晚点我就带人去给他报仇。报个屁的仇！你还嫌这家事儿不够多？这事儿说到底还是你带人去的。爸，那总不能人家抢水，我们就光看着吧。宋朝阳是被一阵嘈杂的吵架声给吵醒，睁开眼，他看到熟悉的天花板变成了发黄的老式麻质蚊帐，整个人都有些发懵。旁边一个11、12岁扎着麻花辫的小姑娘正瞪大眼睛看着他。短暂的对视后，那小姑娘腾一下站了起来，激动地喊道：“醒了，我三哥醒了！”被他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，还来不及说什么，那小姑娘一溜烟的跑了出去。宋朝阳有些懵，这是啥情况？自己不是正在家里睡觉吗？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还在愣神的时候，3、4个人跑到了他所在的房间里，一脸激动的看着他。看他们的穿着打扮，分明就是7、80年代的风格。就在宋朝阳张嘴想要问问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一阵眩晕感让他脑子一疼，一瞬间无数记忆。他穿越到这身体的名字也叫宋朝阳，和自己同名同姓。1960年出生在叫青松湾的偏僻小山村里，今年1979年19岁，高中文化。就昨天傍晚，因为大队抢水的事情，被隔壁杨家沟大队的人用锄头打中了脑袋，陷入了昏迷。青松湾大队的老中医还有公社的医生都请过来看了，一个个都表示醒过来很困难。就在大家心情都陷入谷底的时候，所以才发生了眼前的一幕。哎呀，我弟儿，哎，你总算醒了，吓死你妈了！哭啥哭啊！我就算过老三不是短命的人，你还不信？人都醒过来了，你赶紧去煮碗醪糟鸡蛋过来，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，肯定饿了。记得别让妈和大嫂看到了。对，我这就去。对了，我得去后山坟地给你太爷和你太奶上3香，这次真是老宋家祖宗保佑了。待会儿天黑了，顺便再给你去路边叫魂。老三感觉怎么样了？还认得我不？二哥，我没事，就是头还有些疼。这次是二哥的不对，本来想着你去冲个树吓对面，没想到真打起来了。杨帅那小子之前就和你不对付，这次看到你在，专门挑着你打。不过你放心，这个仇二哥早晚都得给你报了。说起这事儿，宋朝东就来气，隔壁杨家沟的人偷青松湾灌溉田地的水，他们仗着人多不讲理，抢了水还打了人，这事儿绝对没完。宋朝阳这会儿脑子里乱糟糟的，头上的伤口又还有些隐隐作痛，肚子此刻咕咕叫了几声，又传来一阵饥饿感，让他晃了晃，差点没摔倒。还好宋朝东眼疾手快，给他扶住了。老三，你好好躺着，我马上叫大队的医生过来看看，千万别留下什么后遗症。这下房间里就剩下宋朝阳和那个小姑娘。这是宋家老四，叫宋玉。小姑娘黑瘦黑瘦的，2个大眼睛十分灵动。此刻她正盯着宋朝阳头上的纱布，然后一脸关心的看着虚弱的宋朝阳。三哥，吃糖就不疼了。三哥不疼，你留着吧。三哥流了好多血，吃糖补一点。冰糖一入嘴，顿时化作一股甜味散开。不一会儿，宋朝阳居然感觉自己眩晕感好了不少，看来确实是有些低血糖。三哥回头赚钱了，给你买糖。老三，这是给你做的醪糟蛋，里面放了2勺白糖。你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，肯定饿坏了，赶紧吃，省得待会儿让你奶奶看到。吃不下了，你帮三哥吃了。说什么胡话，老妖顿顿都吃了的。你现在身体不好，饿了一天一夜了，现在给我赶紧吃。真吃不下了，丫头，赶紧吃了。好吃不？好吃。宋玉这小丫头意犹未尽的舔了舔嘴唇，回味着点了点。现在这年月里，这半碗醪糟蛋绝对是农村里的顶级美味。过了一会儿，二哥带老中医来检查伤势后说，已经没啥问题了，吃一点中药，后面好好休养，应该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。
他们离开后，宋朝阳捋了捋原主的记忆。既然穿越了，要适应这时代和融入的家庭。1979年改革还未全开放，进个县城办事都需要介绍信。想要走出去，要么等时机，要么就是参加高考。今年的高考刚结束，那就只有等明年了。眼下摆在面前的问题，除了给生产队抢水，还有即将到来的相亲。接着，门外听到2个声音：“老二，宋守一人呢？过来通知一下你们。刚才我们找杨瞎子家，要他们打伤朝阳的赔偿了。”老二，宋守一人呢？哎，爸，大哥，守一去后山还没回来呢。哦，我通知一下你，刚才我和爸去找杨家沟，要他们打伤朝阳的赔偿了。啊，你们要到了？他们村看到是我上门，知道我们家朝风和朝飞的名声，当场就怂了。那杨瞎子二话没说，就答应赔了10块钱和5斤腊肉。我们已经带回来了，你们就不用去找他们了。钱我拿去给你老妈收着了，腊肉等朝风和朝飞回来再拿出来吃。听到没呀？吱个声。我还在房间里，他们的对话也都听见了，当即就走出房间。爷爷、大伯，他们杨家赔给我的东西，你们收着不太好吧？换做原主，大概也会不吭声。毕竟现在这个大家庭里，他们家是没什么话语权的。但是换成自己，那肯定是不可能这么受他们的气。人家打的是他宋朝阳，凭啥赔偿自己？啥都没有。再说了，就算是去找人家讨要赔偿，那怎么也该有个他们家的人吧？他们2个人去算什么事儿？朝阳，你伤还没好呢，怎么出来了？妈，我没事，我屋有点乱，帮我收拾下房间，我跟爷爷他们聊。你这么快就醒了？爸，你没见着这脑子还没好利索呢，家里谁当家他心里没数，居然问出这种话。受伤的是我，凭啥赔的东西就到你手里了？凭什么？凭我们是一家人，钱是你奶奶在管，吃的当然也是她分配，什么你的我的。还有杨家为啥赔东西，那是看在你2个堂哥面子上，你以为你自己去人家会理你吗？我们过去是给你找回了面子，你还不知道感谢，反倒是惦记着钱和肉，你说凭什么？打我挨了，东西你拿了，到头来我还得感谢你是吧？帮我出头，呵，说的比唱的好听。说白，你不就是想着把便宜全占了，然后还要落个好名声？你脸皮怎么这么厚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大伯听到这话，顿时就急了。这种事情怎么能拿到明面上来说呢？老子看你是欠教训。在一旁的宋孝仁看到大儿子要打宋朝阳，也没制止。动手轻点，他还没好呢。我看他是脑子还没清醒，分不清大小，正好打醒他。敢做不敢认，做了怕人说。你这还敢还手？这侄儿今天简直就像是吃错药了，居然敢反抗自己。以前自己哪次不是一开口他就低着头挨骂的？同样震惊的还有爷爷，他有些错愕的看着我，好像第一次认识他。你说谁呢？说你。大伯气急，拿着手里不比木棍差多少的腊肉就要打来。他感觉自己家庭地位受到了严重挑衅，打算好好收拾一顿我，让这没大没小的侄儿尝尝记性。所以他卯足了力气。另外一边，母亲听到动静走出屋，刚好看到这一幕。不要！要知道我头上本就受了伤，要是再被打上一下，那指不定会怎样。就在以为会被打中时，哎呀啊！这一系列下来，旁边看愣了的母亲，还有先反应过来的爷爷。住手！你个天杀的！他是你大伯，是你长辈，你怎么敢对他动手？你！我为啥不敢？谁规定的？只能他占我便宜，骂我，打我。我还不能反抗。我明明刚醒过来，他就拿着东西对我头上招呼，我要被他打到，我还能有好的？你那不是躲过去了吗？躲过去你了，你就走远点。他是你大伯，还能真伤着你不成？那照你这么说，他也可以躲呀？他为啥不躲？是不喜欢吗？爷爷差点被呛死。之前的宋朝阳哪里敢这么对他们？现在这头上被人打了一下，醒过来怎么突然就变得牙尖嘴利了？老三，你怎么跟你爷说话的？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朝阳他脑子被打了，现在还没恢复过来，做事儿欠考虑。大哥，对不起。疼呀！别碰我，少在这里假模假样装好人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肯定是你和宋守一2口子在背后嚼舌根了。没有。什么没有？你不就是多挣了点工分，干了些活吗？心里不安逸，就在家里背着嚼舌根，我都清楚了很。你要不乐意干活，你把你儿子养成才啊！大哥，这事怪我没管好朝阳，回头我让守一教训他。
你大人有大量，别和他一个孩子一般见识。屁的孩子，他今年都18、19了，老子看他再不管是要翻天了。爸，这事儿没完，你得给我做主。肯定没完，还有10块钱没给我呢。宋朝阳，今天你是真要翻天了是吗？真当没人治得了你了？这话没有吓到我，倒是母亲吓够呛。大伯他挨了打，要是被打的是传他的儿子耳朵里。大哥，朝阳他知道错了，你别和他一般见识。现在他就是刚醒过来，脑子还不好使。你想想以前，他哪天不是对你恭恭敬敬的？母亲她是真有点怕了，他们家哪里敢跟大伯家斗啊？好了，腊肉你拿着，差不多就行了。钱一直都是你奶奶在管的，你拿着能干正事吗？这里响动已经引起周围邻居围观，而爷爷平常又是一个好面子的人，感觉到再这么吵下去，丢脸的是自己。你别管我拿着钱干啥，那钱本来就是我的，你给我这事儿就完了。宋朝阳，你没完了是吧？这个家的钱归谁？还轮不到你说话。你个无法无天的东西，你想要这个钱，那你们就从这个家里分出去，自己过好了。行啊。众人连围观的人都惊了，都没想到宋朝阳居然会接这么一句，居然为了10块钱就答应要分家。哦，对了，分家的时候记得把我们家赚的那些钱都拿出来，该是我们家的，你们一分也别想占着。这下爷爷有些骑虎难下了，他也是想用分家来吓唬吓唬。这年头分家在这边绝对是一件大事，要真分了家，那么不光是名声会受损，就连他们家原本还算多的工分也会人大降低。毕竟在生产队干活的主力是宋朝阳他们一家。爸，我就说他现在还没好，脑子不清醒，咱们先别和他一般见识。现在要是真的闹到分家那一步，绝对是自己吃亏。只要不分家，以后有的是机会收拾这个臭小子。哼，我看他也是。翠萍，你赶紧带回去，让兽医给他叫叫魂。小女孩在房间探出头来，望了望桌上的腊肉，再望了望吃了瘪的爷爷和大伯的背影。三哥，你可太厉害了！平日里咱们家谁都不敢跟爷爷大伯那么说话，今天你做的真是太解气了。丫头，明天去山里弄点山货，三哥给你做腊肉吃。好呀，好呀，有肉吃了。腊肉？什么腊肉？小丫头立马走上前，把事情缘由全部说了一遍，给老爹和二哥听得一愣一愣。你说什么？老三给他大伯打了？对呀，大伯本来要拿腊肉打三哥的，但是没打到，结果被三哥打了好几下。老三，你魔怔了吧？那可是你大伯。还有，你怎么敢和你爷爷抬杠的？他说气话要分家，你居然也敢答应？你……父亲只感觉眼前一黑，跌倒在地。我竟然敢打长辈，还闹得差点分家，让孝顺的父亲一时接受不了。你这个不孝的东西，那是你爷爷和大伯呀，是你长辈，你怎么敢的呀？你得跟我赶紧去给你爷爷和大伯道歉，再把腊肉和钱还回去。受伤的人是我，道什么歉？他们拿了好处，1分钱不分给我，说了他们一句就动手，本来就是他们理亏。腊肉和钱我不会还回去的。还有，不光这个钱，以后家里赚到的任何钱我都不会拿出来。你……父亲气得直瞪眼，秉着都是一家人，吃点亏怎么了的想法，就要再训自己儿子。但看到我头上的纱布，行，你一个人也赚不了什么，不给就不给吧。爸，我也不给，我们自己家挣的钱自己有用，平常都是奶奶管着钱，我们上交的钱就没见过拿出来，这是进不出的事儿，我可不干。不是，你小子凑什么热闹？怎么哪里都有你呀？爸，我也是，以后我捡了山货拿去卖的钱也不会交给奶奶。你个小丫头皮痒，你也跟着学是吧？算了，总之呢，先听我的，别把家里弄得鸡飞狗跳。当天晚上，老爹去认了错，而我吃过晚饭后，就躺在床上沉沉的睡了过去。一晚上做了一串很奇怪的梦，梦到山里一个隐蔽的沟里长满了天麻，还有一个不知道谁放置的几个捕兽夹，夹到了一只兔子和生产队的一个女知青。另外，大伯被杨家沟的人打了一顿，还有生产队的潘驼背偷了隔壁王寡妇的肚兜，村上唐会计的媳妇儿生孩子难产，一晚上连做了6、7个梦。到了第二天醒来，梦里的那一幕幕都还很清晰。没多去想，早饭吃了清汤寡水的红薯玉米糊糊，还有一点小咸菜，就带着小妹背着背篓上山弄山货。好了，三哥，晚上就没路了。我听妈说了，上面可能有野猪或者黑熊什么的，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。那行吧，咱们就在这周围找找看，有没有什么山货可以采。这些地方看着没人来，倒是有一些山珍。这是木耳，
这是川芎，这是八月瓜。这蝉丢火里烧一烧也是一道美味，收下。临近中午，山货也有不少了，就喊妹妹准备下山。丫头，我们回去吧。嗯。咦？只见一侧的山坳有些眼熟，然后就想起昨天晚上做的那个梦。也就在这地方有条沟，那地方长满了天麻。三哥咋了？你就在这里等下三哥，我去那山坳里瞧瞧。我也一起去哇。哇，好多好多天麻，三哥，你看，好肥的天麻，这一片沟里全都是。听着小丫头兴奋的声音，虽然表情没有变化，但是心跳却明显加快了。不是因为这一片的天麻，而是因为她昨天晚上做的梦居然是真的。这是巧合，还是自己穿越者的福利？咱们先赶紧挖，能挖多少挖多少。对了，三哥，你刚才是怎么知道这里有这么多天麻的？就是闻到了一股味道，我也不确定，所以就过来看看。你鼻子这么灵，我怎么什么也没有闻到？说不上灵，要是真的灵的话，我上来的时候就直接带你过来了。也对，发现这么多天麻，晒干了拿去街上药铺卖了，得多大一笔收入啊！这些天麻咱们可不能告诉别人，到时候你上学的学费还得从这里面出呢。我晓得，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，就算卖了钱，也不交给奶奶。行啊，咱们先挖一些带下去，剩下的下午再来挖，一次也别挖多了，省得有人看到。上山2个多小时，下山半个多小时，就已经到了山脚下了。而这时刚好看到2个女知青往山上走，其中一个还是昨晚梦到被捕兽夹住了腿。这时候她走路正常，根本没有任何异样。孔知青、曹知青上山的时候小心脚下，山里有捕兽夹。2女听到倒也不以为意，只是应了一声，就继续往山上走去。可能自己想多了吧，没准昨晚的梦真是个巧合呢。哎呦，杨树林那个狗东西，我就说了一句找公社干部下来，他上来就打我，给我牙都打掉了。他们杨家沟就是一帮土匪，哎呦，现在我成缺牙了。那边啥情况？早上他们去杨家沟那边要水，结果水没有要到，他就多了一句嘴，然后被杨树林把牙齿打掉了。不对啊，昨天他过去要钱的时候，人家听了他俩儿子的威名，直接就掏荷包了。怎么今天过去反倒是被打了一顿？瞎子和杨树林能一样吗？杨树林人家是杨家沟大队的民兵排长，代表的是整个大队的利益。他去针对一个人还行，要是碰上一个大队，杨家沟那就是一群土匪，一个不好就动手打群架的。原来如此，公社里的干部会下来调解，要是调解不好，说不定2个村还会再打起来。到时候你们俩给我躲远点，知道吗？咦，这山货怎么收获这么多？我眼比较尖，找到了一些别人没看到的。小丫头倒是嘴严得很，今天中午在山上碰到的事儿一点都没说，撒的谎倒是没让老娘起疑心，反倒还嘱咐了晾晒要藏好一些，免得隔壁某些人动心思。而我这回在想自己的那些梦，现在已经应验了2个，如果再应验第3个梦，那么它就可以肯定绝对不是巧合了。下午的时间多，和小丫头再去一趟，顺便也可以看看能不能碰到被捕兽夹住的兔子和2个女知青，验证一下自己的第3个梦。续接上集，和小丫头一起上山捡了不少山货，到家刚把山货晾晒好，这时候3婶过来招呼众人去吃午饭。今天大伯家的4女儿宋丽也在，此刻她已经端着碗开始吃了起来，一点都不顾及其他人。老太太瞪了宋丽一眼，倒是也没说什么，其他人都等着贾老太分发加了些许大米的玉米糊后说开饭才敢吃。看着碗里的最稀的玉米糊，再看向这奶奶，哼，看什么看？没大没小的东西，什么伤了头，脑子不好，我看就是欠收拾。我看也是，平日里不说话，挨了一顿打就转性子了，装疯迷窍给谁看？要我说，就是太惯着了，就该饿几顿就好。哎，你做啥？大伯母没说完，我直接端起他那一碗稠的玉米糊，直接吃了起来，而把自己那碗稀的推到了他面前。屁活不干，话这么多，还吃这么稠干啥？小兔崽子，你无法无天了是吧？你给我把碗放下。昨天你打你大伯的事儿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现在说谁不干活，话还多。当然是你啊，你们家不都是吗？你心里连这点数都没有？我说的一脸坦荡，宋家所有人都愣住，大伯母更是张大嘴，惊讶中说不出话来。来，我给你算算，你们家1个月30天，起码有20天都没有去。
说了一大堆他们怎么偷懒不干活之类等等。宋朝阳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你说一道四，现在当家的还不是你，是你爷还有你奶，这么多年他们都没说我们什么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们？就是这家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说话了？我爸妈怎么说也是你长辈，你听听，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吃多吃少那是奶奶定的，你要真有本事，你怎么不学你堂哥们？要么去吃公家饭，要么就去读大学。说你2句你还不乐意了？咋的？你翅膀硬了要闹是吧？不就是读大学吗？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明年就读给你看。切，就凭你？呵，你还是撒泡尿，照自己吧。以为读了高中就能考上，那咱们县里这读了高中的人就多了。就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上大学，况且我们家朝飞考的可是全县第1名，就凭你也想和我们家朝飞比？你要考得上，我手板新煎蛋给你吃。行，你们记着你们说的，手心煎蛋我吃定了。二叔，你家儿子发癫你不管的吗？我看他脑子不正常了。哼，老二，我看你平时就是对他太放纵了，现在才变得这么无法无天，还考大学，这家里可没准备他读大学的钱。我们家交了那么多钱在你手里，怎么就没了？你把钱拿出来。老二，你看看这个小畜生，我和你老子还没死呢，这个家还不是他说了算。妈，我看就是老二平时在后边教的，要不然这小子哪里会这么说？他看我们家朝风和朝飞能干，心里妒忌的很呢。大哥，可没有这事儿，你冤枉我呀。妈，没有的事，我侄儿出息，我肯定也高兴呀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谁知道你背着人的时候说什么话？你们2口子不就是多干了一点活吗？要是你们也有我们家那2个厉害，这家里还用得着你们干活？咱爸妈最是公道，谁家贡献大，他们心里有数呢。别以为挣了点工分就是家里最能干的了，以后还不是要靠着朝风朝飞，光耀宋家门楣。哼，眼光就放在这点小事儿上，鼠目寸光的玩意儿，看看你都教出来的傻儿子。老三，赶紧给你大伯母和奶道歉。对了，还有你大伯和爷爷，说昨天的事儿你做的不对。道歉？既然你们瞧不起我们的家挣到的工分，那以后你们别吃就行了。宋家光耀的门楣我也不沾光了，免得我们家占了你们的便宜。大伯家2个堂哥太耀眼了，我高攀不起。反正你们也瞧不起我们家，不如早点分了的好。混账东西，又想分家，这老宋家不是你说分就能分的，只要我在一天，这老宋家就不准分。这时大伯等人都急了，就是你一个小辈凭什么说分家？宋朝阳，你个忤逆不孝的，这个家分不分还不是你说了算？你爸是我身上掉下的肉，我说啥他就得听着，这个家你说了不算数。此刻就连老娘都在一旁拉我，让他别说了。倒是2个和小丫头一脸兴奋，巴不得站起来支持他。不能分，朝风和朝飞一个在供销社，一个在大学，这消息传到他们那边，不是让人看笑话吗？你别想分家。说白了，你们不还是想着自己占便宜吗？你们家那2个好儿子说的有多了不得？他们往家里送过1分钱吗？就是他们读书吃饭，也是我们家干活挣工分供出来的。现在一个个当婊子，还想立牌坊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。太炸裂了！这番诛心的话，在场所有人表情各异。2哥和小丫头一脸兴奋，父亲和母亲互相对望一眼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3婶还有2个堂妹，则是躲在一旁不敢说话，一脸震惊地看着宋朝阳，心想着这位可真敢说啊。至于爷爷和奶奶以及大伯一家，则是既怒又无奈。真的要撕破脸面，吃亏的还是他们自己。老二，你听听你家儿子说的什么？你平日里就是这么教育他的？没有。父亲说的都不会话了，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居然这么彪悍，不光昨天打了大伯宋手巾，今天还敢直接和自己奶奶大伯母硬碰硬。妈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怎么可能教他这些？那就是你媳妇了。老二家的，你要是对我们不满，你就直接说出来，何必在背后舌根，叫你家儿子说这些坏话？妈，大嫂，我和守一肯定没教朝阳这么说话。朝阳他这是说气话呢，我和守一肯定教训他。对，我们回去肯定好好教训他。老三，你小子别再说了，赶紧给你奶奶大伯母认错。我又没错，我为什么认？难道我说的有问题吗？你们说我哪句没说对？你这臭小子怎么跟吃了枪子似的？哎，要是再不打真管不住了。混小子，过段时间就相亲了，你不想找老婆了吗？让人家知道你在家里这样，谁还敢嫁进来？现在咱们家这个情况，就算嫁进来也是受罪的，除了自己家要养，还得养别人。
不光要养别人，还得受人家管，挨人家骂。反正我要是人家姑娘，肯定不会嫁进来的。老二，你听听，他还在阴阳怪气我管家的不公平呢。你能不能管你儿子了？你个混账！我看你真是好久没挨过打了。老二，我来帮你。这臭小子，我看真是该教训了。说一句他能顶3句，咱们揍一顿就好了。别打我三哥！大伯，您消消气，老三还没好呢，下手可能会没轻没重的。要是给你打出什么问题来，那可怎么办啊？二哥拦住了大伯，而母亲上前把自己男人给拦住。今天说什么都不能让自己男人动手。徐翠萍，我就知道是你在袒护这混账东西，背着舌根的肯定也是你。今天我就要连你一块收拾了。话接上集，看着大伯拿起墙边的扁担，对着自己跃跃欲试。小丫头最先不干了，当即拦在了面前。别打我三哥！二哥二话不说，冲过去一把握住大伯手里的扁担。而母亲拦住了，要教训我的父亲。徐翠萍，我就知道是你在袒护这混小子，背着舌根的肯定也是你。今天我就要连你一块收拾了。说完，他直接抓起手边的那碗玉米糊，就要朝着儿媳就丢了过去。这时候，三婶跑过来拦着，不要。好呀，你也是一伙的，我早就知道你们两个关系好，背后舌根肯定也有你。没有的。三婶惊了，赶忙往后退去。她只是不想二嫂被泼一身滚烫的玉米糊，却没想到贾老太居然会这么说她。此刻贾老太气急，一把薅住三儿媳李淑慧的头发，对着她脸上就挠了过去。家里也有你说话的份，我今天要撕烂你的嘴！李淑慧，妈要教训你，今天你别想跑，老子不敢打那小子，还不敢打你个李淑慧了。别打我妈！别打了，再打就分家。既然你们觉得我不受管教，没大没小，我妈又在背后说你们的坏话，那干脆就分家好了。装的那么气急败坏，不过就是想要借机打人罢了。什么教训不教训的？你们除了搬出自己长辈的身份，能够站得住的吗？老头子，你看看这小子就知道拿分家威胁我们，那在这个家里，我看是没人能治得了他了。好了，都别打了。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看看你们一个个都打成什么样子了。宋朝阳，你小子也别动不动拿分家来威胁，要分家那也等老头子我死了才行，要不然你别想把宋家分了。呵呵，你想要用长辈的身份来压我，那就做得像个长辈，让人心服口服才行。一碗水端不平，这个家早晚都得分。这2天被这孙子已经弄得2次下不来台了。再怎么说，丢人的还是我这个做长辈的。既然这小子想要分家，那有了。行了，这么多年都没人说不公平，就你一个人说，我们是一大家子人，还能真害谁？要是你觉得不行，那明个你就自己吃自己的，让你妈把你那份粮食单独拿出来。行啊，那我可求之不得。有些诧异，我居然连犹豫都没有，好像就在这里等着似的。仔细想了想，又没觉出有什么不妥。不过我可先说好了，你要是月底了没吃的，可别想从我们这边匀。还有你大伯母奶奶他们挖到的山货，你也一口别想吃。没问题，反正他们那些东西我也没吃到过。我也要跟我三哥一起吃。死丫头，你凑什么热闹？我就要跟我三哥一起吃。行，你们俩别后悔就好。朝东，你是不是也想一起啊？我就算了，三兄妹都去一边吃了，那还不如直接分家。我不分出去，有我在，弟弟妹妹要是真吃不好，我偷也得偷出来吃的。就给粮食就行了，蔬菜、猪油、盐巴都让他自己想办法。刚才可是他自己答应的，这些没说的咱们一样可都不能给出去。行，只要到时候你们别问我要东西就成。呵呵，好笑得很。你自己能坚持1个月再说吧，别几天都坚持不下来，到时候求着我们重新收留你。对了，还有你家这小丫头，我看你顾不顾得过来？呵，真以为自己过能好过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只把2人分出去，他们一点都不害怕，并且他们只是给粮食，其他东西一点都不给。比起分家，要给所有东西全部都分出去，可要好得多。总的来说，宋孝仁他们觉得是自己占了便宜，殊不知以后有他们后悔今天的决定。回到自己家，和小丫头再次背起背篓往山上走去。小丫头脚步轻盈，脸上挂着笑容。几百斤的天麻换成钱，不止自己学费有了，就连三哥相亲结婚都不是问题。加上晚上还能吃腊肉，还不用和大伯一家爷爷奶奶分，他差点乐出声。这是好事成双啊！这感觉让他脚步都加快了几分。
巴不得早点去到山上。三哥，你快点呐！来了。而我是众流星周围，想看看那两个女知青到底在什么地方。结果来到了之前那个长满天麻的沟里，还没看到人。难道是在更上面？连口气都不割息，小丫头立即就投入了工作，也只好和她一起赶紧忙活了起来。我们的背篓已经装满了，我们回去吧。下山就比原来慢多了，这次可是结结实实的满满一筐。走了半个小时的样子，就找了个大青石，靠着准备割割脚。就在这时候，听到了林间隐隐约约传来了一阵抽泣声。三哥，你听到没？好像有女鬼在哭。谁在哭？风起云下，一吹过，小丫头浑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。救命！是人。不用害怕，听声音应该是咱们中午下山时遇到的女知青。循着声音朝着前面密林走了进去，续接上集，再次到达长满天麻的沟里，挖了两满满背篓的天麻。在下山歇脚时，林间隐约传来了一阵抽泣声，小丫头被吓得腿都有点软。是谁在哭？救命！是人。听声音应该是咱们中午遇到的女知青。循着声音朝着前面密林走了进去，拨开灌木，果然见到大青石下一个人半卧在地上，在他的不远处还有一只捕兽夹夹着一只兔子，和昨天晚上的梦境一模一样，顿时感觉心跳加快。这可是第3次了。孔知青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曹知青呢？我们往山上来的时候，看到这里有一只兔子，就想过来捡，结果没想到这里还有捕兽夹。曹薇看到我被夹住后又弄不开，就下山去找人了。都怪我们没有听你的劝告，应该小心山上的捕兽夹的。受伤过程和自己想的差不多，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提醒而避过去。行啊，你别动，我来救你。别乱动，这夹子是夹野猪用的，还不知道你骨头有没有事情。我背你下去，得赶紧去找医生看看。三哥，咱们的东西怎么办？要不我在这里守着？先丢在这里吧，应该也没人过来。待会儿把人送下山去，再上来一趟就行了。反正这边离山下也没多远了。你们还能在山上捡到山货？跑得远了一点，要不然也不可能在这里遇到你。孔云顿时有些心有余悸，还好遇到了他们。曹薇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上来，而且这地方他们也没来过，甚至他都有些担心曹薇下山的时候会不会迷路。看着背着自己一路近乎小跑着下山，这才想起他好像是因为和隔壁杨家沟抢水打破了头。这么说，人家也还是个伤员啊。想到这里的孔云心里有些感动。对了，孔知青，回头我还想找你们借几本书看看，你看行不？孔云想到了男女借书还书、互相暖妹的桥段，就有些脸红起来。你借我们的书干嘛？没事看看呗。你看书干什么？总不是想高考吧？对啊，我还真是想高考，到明年跟你们一块儿考试。行，到时候我借给你，如果不会的，你还可以问我，我教你，还能顺便温习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大概就用了20几分钟，就到了山下。这时候刚好遇到曹薇带着人队上的几个干部往山上而来，见到是我背着孔云下山来，他们也是一愣。小云，不好意思，我下山的时候迷路了，找到人我马上就带着他们来找你，没想到你已经被人救下来了。这时候和曹薇一起的青松湾的大队长认出了我。呀，是朝阳啊，你昨天刚醒，这头还没好利索呢，怎么今天就在往山上跑啊？在家里躺着也没事做，干脆上山动点山货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孔知青这个脚你们赶紧找医生看看，他是被野猪夹子给夹住的，得看看有没有伤到骨头。行，我马上安排生产队的拖拉机给人送去县上医院瞧瞧。咦，是唐会计吗？我记得嫂子也快生了吧？你倒是有心了，应该就是这几天。那干脆让嫂子一起进城吧，现在村里到处都缺水，生孩子不如县城里方便。哎呀，不用，咱们农村人没那么娇贵。昨天晚上梦里梦到唐会计媳妇难产，难道是不能改变吗？唐会计，我看你还是听他的吧。我记得你家媳妇本来身体就不太好，正好我也要进城，不如一起去医院检查检查。村里人对我也不错，医药费我来出。那行，我马上就叫我家媳妇来，到时候跟你们一起去县城。想不到孔云居然还能说动唐会计，而且看起来他还挺大方。不过想了想也对，相传孔云老爹可是县里的官，说不定去医院根本就不用自己。要不你也一起去吧，你头上的伤也让县里的医生给你看看，顺便去我家吃个饭，我想感谢你。不用了，我头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听说你爸是县里领导，要是你要感谢我，就帮个忙解决一下咱们村里用水的问题。你头是杨家沟打伤的？
我知道了，我一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。虽然不知道他老爹到底是什么干部，不过听他这口气，应该是能够解决这件事。就连一旁的大队长脸上都露出了惊喜的表情。他没想到我借着这个机会，居然还在帮村里争取利益。行，路上小心。飘扬干得漂亮啊！这个时候还为了村里的事情操心，你小子不错。只要用水的事儿能解决了，我再给你算半个月工分。到时候你找媳妇，我让老支书给你说媒，他老人家出马，你看上哪家姑娘都好说。再给我半个月的工分就好，搞对象这事到时候不用您费心。咋的？你们家已经给你安排上了？还是说你看上人家孔知青了？不敢睁开眼，希望是我的幻觉。我站在地球边，眼睁睁看自己的小金库里啥都没有了，还以为自己在做噩梦，狠狠捏了自己胳膊一下，这才发现不是噩梦，是钱真没了。贾老太当场如遭雷击，差点一口气没上来晕过去，强行定了定神，接着就开始在房间里疯狂的翻找起来，想着是不是自己当时拿出来忘记放回去了。没了，真没了！是谁？到底是谁偷了我的小金库呀？昨天晚上做的那一连串的预知梦，给自己带来了几百斤的天马，不知道今天晚上还会不会做。大伯家的宋丽和知青点一个男知青睡在一床，说自己也要当城里人。大伯母看到贾老太藏钱的位置，去偷拿了几十块。贾老太太发现掉钱后暴跳如雷，怀疑是同一个屋下三偷的，接连还做了好几个梦。第二天醒来，这些梦里都没有想要的内容，看来梦境不是想要梦到什么就梦到什么，好像是随机给我提供消息。不对，这些消息也不是没用。说到贾老太，她三个儿媳里就和这个老大家的最对胃口，加上两个大孙子又是宋家的骄傲，她对老大家相当的偏爱。贾老太没想到今天偷偷把藏着的钱拿出来数数，等去吃饭的时候，大伯母她就偷摸溜了进去，殊不知还有一道身影趁这一家子都没人在家，也偷溜了进去。老三，咋了？刚才你奶说家里钱被偷了，你爷让大家都去他们那边堂屋开会。老太太不会是自己把钱花光了，然后跳出来说钱被偷了吧？她可没少去公社赶集。那是你奶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妈，你说自己的钱被偷了，到底是多少钱被偷了？好几百块。听到这个数额后，不少人都倒吸一口凉气，大伯母更是脸色大变。刚才她就有些紧张，因为钱是自己拿的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被老太太发现了。当她听到数额是几百块的时候，她更是差点跳起来。老太太明显就在胡说啊！这死老太婆子是要搞什么？想讹人？是你们谁拿的？自己老老实实站出来承认了吧，把钱还回来，这事儿我就当作没发生。奶，你觉得谁会这么傻？偷了钱还要主动承认？你还乐？难道是你把钱给拿了？哟，您可别乱说呀，到时候被外人听去了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真给我传成偷钱的贼了，那我名声坏了，以后怎么嫁人？死丫头，你奶这会儿说正事呢，你没线索捣什么乱？妈，你是知道我们家丽丽的，她不可能偷你的东西，这个家就我们几个孩子教育最好，您从小看到大，还不知道他们的品性吗？大嫂，你什么意思？说我们家孩子不行是吗？你们家孩子是什么样，你还不知道？打长辈和长辈顶嘴，这宋家就没你们家这么厉害的孩子。我看这事儿，有些人绝对干得出来。这什么证据都还没有，你就急着往我身上泼脏水，我看你是贼喊捉贼吧。这话一出，大伯母冷汗都下来了。他心理素质可没那么强，这会儿就想着把脏水往外泼，却没想到我反过来就给他扣了一口大锅。你们挨着的，平时你们俩走动最多，我们其他人这么多年进他们房间的次数，一双手都数得过来。加上我们都在外边和山上干活，这家里谁有机会，谁嫌疑最大，还用说吗？你别血口喷人啊！妈，你肯定心里有怀疑的对象了吧？你直接说出来，可不能让这小子在这里瞎胡闹。每个人我都怀疑。妈，你连我们家都怀疑？是，那小子虽然混账，但是他话也没错。和大伯一家的紧张不一样，我却有些不满。每个人都怀疑，那不就是没有任何线索吗？看样子得给加把火。奶奶，那钱可不只是你的，大多数都是我们家挣的钱，交到了你手里。现在你一句钱丢了，怀疑所有人，那是不是准备待会儿找不到，这钱就这么全没了？混账东西，你说啥嘛？现在说的是这事儿吗？难道我说错了？你手里的钱是谁家上缴的最多？这下贾老太语塞了，张了张嘴，回答也不对，不回答也不对。我表现出来的样子好像比他还愤怒，那真是像自己的钱被偷了一样。
怎么说不出来话了？每年钱交你手里最多的是我们家，现在说钱被人偷了，还没有任何证据，搁置完死无对证。贾老太瞪圆眼睛看着宋朝阳，他一时之间居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。明明应该他自己生气的，但是这小子表现出来比自己还生气的样子，怎么搞得自己这么心虚？说不出来话，这是被我说中了。哦。那我明白了，是不是知道我要开始相亲了？你们害怕我最近要结婚，不想拿这个钱出来，然后就搞了这么一出。只要这个钱被偷了，那么到时候拿不出来钱也就合理了。宋朝阳，你小子别乱说，钱是被偷了，我亲眼看到过的，难道我们还能骗你？你别在这里胡搅蛮缠，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把这个钱搞清楚在啥地方。搞清楚在啥地方？现在你们一点证据都没有，怎么搞？呵，我们手里有一点钱，你们都要收上去，让你们拿出来的时候比啥都困难，反倒是你们自己用的时候大方得很。这么多年，我们家挖山货、帮人干活的钱全交到你们手里，加起来起码好几千了。现在倒是好了，直接一句被人偷了，这么多年的账就全给消了是吧？混账，你别乱说了。老二，你家的人你管不了是吧？父亲也在想着自己上缴的钱，听到老娘喊自己，他才回过神来，连忙去拉自己的儿子。这小子也太敢说了，每次都语不惊人死不休。今晚明明是老娘在找投钱的人，现在变成他催债。别扯没用的，我们家交的钱呢？你要是就想这么糊弄过去，那这事儿我就要找大队评评理。贾老太听到要找大队的人来，居然有些害怕。反正全是被人偷了，别说闹到大队，就是闹到公社，那也是掉了。要丢人，丢的也是宋家的人。你别以为闹大了自己就能有好处。对啊，你以为闹起来对你有什么好处吗？我看也是，这掉了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你奶怎么说也是长辈，你这么说话不合适。说掉了就掉了，我要是搜出来了怎么说？搜就搜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那行，咱们开始吧。不是，你还真要搜啊？接上集，贾老太掌控着整个老娘家的经济大权，没想到今天说全被偷了，怀疑监守自盗。要搜身的时候，大伯却跳出来不同意。咋了，大伯？你害怕了？要搜也轮不到你来搜，你一个小辈有什么资格来搜我们这些长辈的家？反正我是不答应。那现在事情就清楚了，钱肯定是你拿的。哎，宋朝阳，你别血口喷人啊！妈，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要搜也得是你和我爸来搜，怎么可能让这小子来搜？他这几天和我们不对付，谁知道他会不会在背后搞鬼？还真觉得是我们偷了？我们家缺钱吗？要偷也是三婶家偷的，他们家最穷。别东扯西扯，没偷东西，心虚什么？让他搜又怎么样？大家跟在一起，所有人这么多双眼睛都看着他，他还能搞出什么花样不成？现在他是怀疑我们的钱没掉，不是说你们偷了，你们在心虚个什么？妈，你那些钱又没记好，搜出来的钱总不可能就是你的吧？话说出，大伯就有些后悔了，摆明了就是藏了私房钱。听到这里，贾老太也一下反应过来，我自己那些钱具体是什么面额，我自己心里有数。还有这家里的钱都是交给我保管的，谁还能真藏了几百块私房钱？妈，我私房钱是真没藏，这不是丽丽眼看着要嫁人了吗？我就和珍珠攒了点嫁妆，就想着到时候我们两口子也得表示表示，不能只让您拿这个钱出来。妈，是手金的主意，不过只有100来块，没有几百块，那也都是我们两口子辛辛苦苦攒出来的。哼，藏私房钱就藏私房钱，说的那么好听，当时咱们家是怎么定的规矩？家里钱都归你妈管，这么多年下来都是这样的。现在好了，你们自己打小算盘。那钱放在你们那儿，这次不也会被偷吗？再说了，那是我爸妈给我攒的嫁妆，你们拿着不一样也要拿出来，那早晚都要拿出来，放在什么地方不是一样的？如果你们不是想留一部分，那有什么好生气的？这话一出，算是直接给贾老太惹毛了。他自己认为自己还是挺疼这个孙女的，结果这丫头居然敢说这话。大家都少说一句吧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找到钱怎么丢的吗？这么吵下去也不是办法。我看时间也不早了，咱们还是做正事吧。对，老二说的对，你不是说要搜吗？那我就让你搜，不光搜我们房间，其他人的房间也要搜。行，那我就不客气，麻烦你们自己前面带路。这就是我藏钱的盒子，早上的时候还好好的，现在里面啥都没有，里面好几百块全都不见了。对，还有我这里一坛子的腊肉也全不见了，这里还掉了一小碗的猪油。你搜吧，看看我到底是不是贼喊捉贼。开始认真在房间各处翻找起来，不过翻爷爷奶奶房间也只是在众人面前做做样子，但也搜得很仔细，没少找到一些好东西。
大伯看着自己老爹老娘藏了这么多私货，倒是松了一口气。那自己藏一些也无可厚非，把自己藏的那100多块私房钱也拿出来，然后招呼宋朝阳赶紧搜他们家。如法炮制的开始仔细搜索。过一会儿，搜到床底的时候，一团融化的猪油出现在众人眼前。我都还没开口，本来还有些昏昏欲睡的贾老太一个机灵，整个人都差点跳了起来。这里怎么有猪油？老大，这里什么？你解释解释。好像是有，应该是猪油。这里怎么会有猪油呢？看我做什么？我今天没在家里，你们走了之后，我就去知青点了。一直在那边玩，那边的知青可以给我作证。你不是脚疼吗？对呀，你不是说自己脚疼，让你去赶集，你说起不来床，怎么我们一走你就起来了？你们走了，我脚就突然不疼了呗。要是不信，知青点的人可以给我作证啊。不对呀，孔知青和曹知青2个姑娘都去县城了，剩下的都是些男知青，你去那边和谁玩？不是，宋朝东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去那边请教他们学习不行吗？学习？行，我又没说不行，你激动个什么？现在是怀疑我偷了钱是吧？就算这里有猪油，那又怎么样？不能是耗子弄的吗？又或者就不能是我们家的猪油吗？更或者说不定偷钱的人故意弄到这里，猪油都长得一样啊，上面又没写名字，一点猪油能证明什么？确实证明不了什么，我觉得没必要搜下去了。反正就算是找到钱，那钱都长得一样，也不能说明什么呀。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，钱是奶奶手里丢的，关我啥事儿？想往我身上泼脏水，门都没有。宋丽，你要是拿了，你就赶紧拿出来，这件事儿就这么算了。我没拿，你让我拿什么出来？全程没怎么开口的大伯母这会儿也有些懵，难道是自己去偷了后，女儿又去全部洗劫了？还有这丫头去知青点和一个男知青打得火热，她就觉得有问题。本来想把这事瞒着的，结果现在她自己一开口就给事儿说了。妈，我们家丽丽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情的，肯定不会做。哼，那是你做的。不是，我今天可跟您在一起啊，我又不会分身术，我怎么可能做得到？我倒是想起来了，今天早上我在房间里拿钱的时候，你好像就在堂屋里，是不是你趁着没人的时候进了我屋里？这一说可给大伯母吓够呛。妈，你咋乱说啊？刚才说丽丽，这会儿又说我，你找不到钱也不能这样搞啊！说罢，赶忙把祸水往其他人身上引。老二和老三家还没搜呢，万一他们家床底也有这种猪油。闭嘴！我看就是你们母女做的。我们房间里除了你们进去，其他人会进吗？赶紧把钱拿出来！这钱本来就不是你赚的，大家都有份，你就一保管的，还真当这钱是你的吗？我又不欠你的，你凶什么凶？你吼什么吼？没拿就是没拿，你声音大，你有理。贾老太这下真是炸了，偷了钱还不承认，还敢给自己犟嘴，自己平日里真是白疼他了。白眼狼，这小白眼狼，混账！你个小贱货，你也要翻篇了，敢这么跟我说话了，信不信我打死你？从孟玉芝大伯母会去偷贾老太小金库开始，趁所有人不在家溜进去的那道黑影就是宋朝阳。那滩猪油也是故意放大伯家给贾老太看的。街上及大伯母护女心切站出来承认偷了钱，结果就是掉进一个坑又一个坑里。现在我就有一句话，这个钱只是暂放奶奶那里的，可你们把钱都给了堂哥，你们总给个说法才行。你想要什么样的说法？要么这钱你就算是欠我们家的，以后每个月分着还；要么我就去县里找我这堂哥，问他把钱还回来。不行，你不能去城里找朝风，朝风现在刚进单位没多久，可不能因为这事影响了他的名声和前途。大伯母怕了，鬼知道我跑城里会闹出什么幺蛾子来，到时候让自己大儿子下不来台不说，自己的谎言也要被揭穿了。一旁的贾老太听到和自己大孙子的前途有关系，她也赶忙说道：不错，你不能去城里找你堂哥，我不准你乱来。那行，不去找堂哥把钱要回来，那就选每个月分着还吧。我算算，这么多年交了好几千块钱到奶奶手里，而从她手里要到的钱还不到100块，那就算3000块钱好了，分6年，每年500，一个月就41块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们家2口子一个月哪里能赚40多？而且我们只拿了几百块，可不是3000块。怎么你把你奶她用掉的钱全部算在我们头上？宋朝阳，你少在这里发疯！今天这事不过就是几百块钱的事，到你这里怎么变成几千块了？你是想敲诈我们？我告诉你没门儿！对啊，奶奶也说过了，这几百块也算是他给我哥的，要找你也找他，你找不到我们头上，那就是说不到一起了。那我还是去县城找我朝风哥吧，反正也好久没见到他了，我突然还怪想他的。宋朝阳，不许去找朝风，还想把事闹大，你没完了是吧？对，就是没完。这钱是我们家赚的，说是帮我们存着，
结果今天就一分不剩了，那等于说我们家10几年交上来的钱都没了，我们家好不了，别人也别想好。妈，可不能让他去啊！大伯母这会儿心脏都快跳到嗓子眼了，她真是怕了。本来以为事情已经被解决，只要老太太不追究，啥事儿都好说。结果没想到后面还有个更难缠的，她感觉自己真是给自己挖了个天坑，连带着一家人都要被坑进去。老二，你要是让这小子去，我就吊死在你们家门口。妈，你这……老爹人傻了，这老娘怎么搞这出啊？不过当他知道自己10几年努力交上去的钱都给老太太全霍霍光了，他却没像之前那样叫停我。他支支吾吾不出声，一脸的纠结。怎么，你还真想要我死？妈，我们交的钱您就真一分不剩了。贾老太根本不回答问题。你耳朵聋了？管不好你自己家儿子吗？我说话对你也不管用了。妈，我问你，我们家交上来的那些钱真的是一分都不剩了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是想问我要钱吗？你以为维持咱们这个家不用花钱的，你交多少我就要给你剩多少？我没说维持家不用花钱，甚至你给朝风朝飞的钱我都不计较，但是还有那么多钱，你总不可能全部都花光了吧？你真是不当家，不知柴米贵。你以为家里你赚了多少钱吗？这么多孩子的吃穿用还要上学，哪个不是花钱的？你以为这个家很好当？光是算你们的这些上就焦头烂额。现在既然说到这里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你们家的那些钱的确都被用掉了。我告诉你，别想着自己交了多少钱，要算算自己用了多少钱。老爹脸色有些不太好，现在他心里最后一点希望破灭了，钱真的被全部用光了。是，老大家确实用的比其他人要多一些，但那不是他们家后人能干吗？你们家这几个孩子要是也有他们家那些本事，我一样可以偏心你们。但事实摆在这里，你们家这几个就是些农民的命，吃不上那公家饭。你看看，我刚才还说全力支持朝风搞对象，到时候你们家几个孩子说不定也能够吃上公家饭。但你看看你家这个混账儿子在说什么？他过不好，别人也别想好，这是人说的话。都让你们把眼光放长远一点，放长远一点，偏偏要计较这些小事。我看真是一辈子当农民的命。他还说想考大学，考个屁！他这样子能考上就有鬼了。你们家的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老爹黑着脸低着头，他看着自己穿到坏都舍不得丢的草鞋，又看到老婆粗糙的手，以及自己孩子身上满是布丁的衣服，然后再看到了大哥一家没有补丁的衣服、白皙的皮肤和光洁的手，最后目光落在自己老娘那营养过剩的水桶腰和一张胖脸上。他没有像之前那样不出声，反倒是长长的出了一口气，好像放下了什么。我们家几个儿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自己心里清楚，他们不是你嘴里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他们现在还当农民，那是因为之前你和我爸都不让他们读书了，说是送家公益房出来就行了，是学习国家政策，集中力量办大事儿。当初我们家老三要他舅舅那边给了点钱读书，你们都还想把钱节留下来，现在他们真成农民了，你们又嫌弃了。一直以来，老爹都是贯彻着孝顺就是积累福报的说法，对于家里2个老人，那是百依百顺，从来不会顶嘴。今天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，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翻旧账是吧？宋守一，我说的是不准上学的事吗？我说的是你儿子揪着钱不放，还要去坏朝风的好事，你也学会犟嘴了。老二，你这是怪我们了，怪我们把你钱用了。老爹没有说话，爷爷见到他镇住了场面，顿时也来劲了。怎么的，说不出话了？老子问你是不是要和我们算账？既然你要算账，那我们从小把你养大的账怎么算？现在你跟我们说这些，你想干啥？你想把这宋家给毁了吗？我不是怪你们把钱用了，也不是要和你们算账，更没想要把宋家给毁掉。我只是怪我自己居然信了你们的话。我还以为你们真的是把钱留着，至少保留一部分给我们家几个孩子结婚用。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，你们的心里从来就没有我们这房，我们只是你们挣工分赚钱的工具。宋守一，你说什么？你有本事再说一遍。我爸说你们言而无信，出尔反尔，说话跟放屁一样。好了，老三。看到他出来制止我，贾老太顿时脸上一喜，对吗？自己还是能压住这儿子的，他是个孝顺的，不会脱离自己的掌控。钱用了就用了，我也知道几千肯定是要不回来了，真要问你们要，也是逼你们为难。这才对嘛，老二，我就知道你是个懂事的，以后吃饭分菜，妈给你们多舀干的。接上集，贾老太还在喋喋不休数落着我们家，父亲宋守一却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后，好像放下了什么。一直以来，老爹都是贯彻着孝顺就是积累福报的说法，
对于家里2个老人，那是百依百顺。今天他做出了一个让宋家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。以前的那些钱用了就用了，我也知道几千肯定是要不回来了，真要问你们要，也是逼你们为难。贾老太却以为是刚才的话压制住了自己的儿子，他顿时一喜，他是个孝顺的，不会脱离自己的掌控。老二，我就知道你是个懂事的，以后吃饭分菜，妈给你们多舀干的。不用了，以后我们不会和你们一起吃，以后家里的钱我们1分都不会上交，分了粮食，我们家的也不会拿过来吃大锅饭。你们自己过好自己的，我们家过我们的，大家各不相欠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决定了，必须和你们分家。老二、老三，跟我去厨房搬粮食，把我们家挣的都拿走。好嘞。这下宋家炸锅了。老头老太太开始撒泼打滚，破口大骂。老爹像是没看到一样，招呼着家里人开始搬东西。父母大哥欺人太甚，他决定今天以后为自己小家而活。什么福报不福报的，离开他们才是最大的福报。而见到他如何都不停手，老头老太太还有大房才感觉天要塌了。回到自己家，看着自家厨房里摆满了粮食，兄妹3人都高兴的笑了，就连老娘都一脸抑制不住的笑容，对着老爹一个劲的夸奖自己这男人终于算是站起来了。早就盼着这一天了，没有想到老爹觉醒了，分家分得好啊！第2天一早醒来，昨晚上有一段预知梦里，今天午饭后药铺的天麻会涨价，就打算拿些山货去集市上卖了。和小丫头吃过早饭，就背着装有山货的背篓上集市，大概走了2个小时，没有急着去药铺，带着小丫头在集市逛了起来。结果在路边，小丫头就捡到个报纸绘着的信封，我接过来打开一看，居然是几10张崭新的大团结。哇，三哥，好多钱，怎么这么多钱？周围好几个人发现了这里，朝着看了过来。小伙子，有多少钱？不是钱。结果3、5个人凑上来，七嘴八舌道：“我们看一下，怕是假的钱肉，我帮你看看是不是假的。”见者有份，大家分了。小伙子，你打开给我看一下嘛。吃独食要不得，大家都看到了，分一下，分一下。滚开点！那些人都准备要动手了，结果被这一吼给吓退了。有你们屁事，赶你们的急！这地方山民不能好好讲话，比他们凶才撑得住场面。要是怂一下，他们肯定就会得寸进尺。几个人看着我年轻也不好欺负，只好骂骂咧咧走了。应该没几个钱，真的多肯定有人报官，到时候举报狗日的。我看他吃独食。就是。这下这些人离开后，把钱仔细数了数，60张，一共600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丫头，咱们先在这里等半个小时，要是半个小时后人还没来，这钱就拿去交公。就在等得有点想离开的时候，一个衣着得体，第一眼印象是什么干部的中年人，沿着街边一路东瞧瞧西看看的找了过来。小兄弟，跟你打听个事儿。我不抽，什么事你说就行了。你在这里歇息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有人在这里捡到个报纸包着的信封？是这个吗？对，就是这个。这个就是我掉的。这里面有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一共600，全部都10元1张的大团结。对了，还有几张票据。是省城供销合作总社的抬头。见到他说的正确，没犹豫，直接把信封交到了他手里。对方打开信封一看，果然里面所有的钱都还在。他这会儿激动的满脸通红。小兄弟，太感谢你了，你真是大好人，要不是你，我这次就真是损失大了，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没事儿，你一个人带这么多钱装在一个信封里，太不安全了，以后小心点吧。以后肯定不会这么大意了，兄弟，你别忙着走，今天你可帮了我大忙了。我必须感谢你。不用感谢了，这钱本来也不是我的。你是要去卖山货吗？你直接卖给我，我就是省城供销社下来收山货。对方从身上摸出了工作证和介绍信，陈江涛副科长，想不到还是个省城的小官。还有介绍信上面写着收各种皮货。我这里全部都是药材，可不是皮货。哎呀，没事儿，都在收购列表里，到时候我写上去就行了。我给的肯定比你们这里收购价高，到时候我全部给你按特等品来收。走，我先带你去食品站，把你这背的货先收了，再给你弄点好吃的。到了食品站，因陈江涛这位带来的没按正常流程走，检查都没检测，快速的称了重量，全按照特等品的价格给算好，一共128块钱，比原来计算的90多块钱高了30出来。不一会儿，钱就直接到手里。到餐桌上，小丫头这会儿是甩开了腮帮子吃辙了。小兄弟，这次你可帮了我大忙，不嫌弃，叫我一声陈哥就行了。行。接着2个人就一边吃一边闲聊了起来。这一聊还聊得挺投机。老弟，你我投缘，哥哥，我这支笔送给你了。不行，这支笔一看就比较贵重，我不能收。
推脱不下，最终还是收下那支钢笔，从食品站里走出来。背篓里的天麻换成了128块钱，还装了几个饭盒、20斤猪肉、2个猪腰、1副猪肝、10斤猪板油，以及1支英雄牌钢笔。肉类是陈科长以私人的名义割，而后再带着小丫头去市场里逛了一圈，买了一些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，就往家走。刚回到家，大队上就通知还有半个小时人民渠放水。三哥，咱们队又买水了。应该不是。刚从集市回到家，大队上就通知各家各户注意了，还有半个小时人民渠放水，各生产队检查好田坎有没有问题。三哥，咱们队又买水了。应该不是。听说要放水，前往田野里的人也多了起来。朝阳，你挺厉害啊！啥？自己怎么就厉害了？本来还以为对方要说昨天分家的事儿，结果对方却指着田野里。今天大队长和老支书都说了，咱们这村能够把水弄下来，有一半是你的功劳。没错没错，要不是你救了孔知青，他也不会答应帮咱们村把水给弄下来。原来孔知青腿都还没好，就带着武装部的人下来。武装部领导中午10点左右就把各村的民兵排长都喊到一起开会。开会直接当众就点名了杨家沟的杨树林，问他到底是民兵排长还是土匪，带头抢水还带头斗殴打人，那架势当场就给杨树林吓尿了，连忙给咱们大队的支书和大队长赔礼道歉。然后杨树林这小子午饭都没吃，骑着他的自行车就去人民渠给我们村买水了。对了，他们不只赔我们水，还赔了你和你大伯医药费呢。待会老支书应该就会过来给你。没想到居然还赔了医药费，看来这省上的武装部下来人确实给杨家沟的人吓住了。刚进屋把东西放下，老爹老娘也从外面回来，后面2个还带着老支书还有大队长。朝阳啊，今天这事要不是你托了孔云的关系，还真是不可能办到这么漂亮。这是杨家沟那边赔偿打伤你的钱，还有上面决定直接给你多算1个月的工分。说完，他们俩还有事安排就离开了。我帮助全村搞来了水，这回算是出名了。而趁着大家这会儿的兴奋劲儿，我又给今天买的东西拿了出来。你这孩子咋不知道节约点呀？那些天麻那是天天都能挖得到的。这猪肉买了这么多，还有这么多瘦肉，哎呀，你是被卖肉的坑了。买猪肉的该挑着猪肥膘买呀。不对，你肉票都没有，怎么在街上买的？不会你还去买了人家的肉票吧？买别人的肉票也是一种能够买肉的办法，不过这钱就花得更多。这个肉还有不少东西都是别人送的。几个人都露出一脸不相信的表情。小丫头大概是看出了众人的疑惑，于是将今天发生在街上的事原原本本的给所有人说了一遍。这一下给全家人都听愣住了。难道分了家，这家里运气就好了？你还真别说，今天才第1天，这好事儿就扎堆的来，没准你说的还真不错。接下来老娘规制了一下今天买回来的东西。对了，老三，一会切1斤肉去知青点送给孔云吧。毕竟这次人家也算是帮了大忙，于公于私怎么说都应该去看看他。行，不过我提议把肉做成菜送过去也行。于是便亲自动手做了3个菜1个汤，还有弄了1大饭盒的米饭，便朝女知青点住的地方而去。那边孔云这会儿正坐着朝另外水井旁看，而曹薇正在拿着工具在水井边对着一条大鱼发愁。嗨，宋朝阳，你怎么来了？知道你回来帮我们村解决用水的问题，我今天刚好去了一趟公社，买了些东西，所以做了点菜过来感谢你。你瞧，3菜1汤都在这里了，足够你和曹知青2个人吃了。呀，这么多，这都是你做的？菜和米饭都是我做的。那可太好了，我们刚想做晚饭呢，没想到你这就给我们送来了。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。小薇，这下你不用杀鱼了，把鱼养在水桶里吧。今天先吃我带来的菜。我本来也不会做鱼，这是回来的时候别人送给我的。哈哈哈哈！你自己说的，看了书上的菜谱，做条鱼应该没问题。本来我都打算，你要是真做不出来，咱们晚上就直接吃肉罐头的。反正这次回来也带了不少的肉罐头过来。你们打算在什么地方吃？我给你们放好。屋里我们房间里有张桌子，我方便进去。这有啥不方便的？我里面又不是盘丝洞，进去就行了。哇，好香啊！这回锅肉炒得真好。小薇，你看看，这腰花真漂亮。宋朝阳，你挺厉害，光这卖相和香味就不一般。多谢夸奖，赶紧吃吧，先尝尝味道怎么样。好，这么多菜你也拿个碗一起吃啊？对啊对啊，一起吃吧。你们吃吧，这都是专门给你们做的，我家里还有呢。这肉真多，你不会买了肉都做给我们吃了吧？那怎么能？我又不傻。我可知道农村里想吃一回肉可不容易，你可别真把肉都做给我们吃。对对，农村里吃一回肉可不容易，你弄这么多肉菜，我们就吃一个菜就行了，其他的你端回去吧。还记得上次我救你的时候，那背篓里的天麻吗？你这是把上次弄到的那些天麻拿去卖了吧？
卖了不少钱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而且你还帮我要了15块钱医药费，不是吗？光是15块钱就够弄不少猪肉了。孔云和曹薇听到这里才相信宋朝阳不是打肿脸充胖子。嗨，那都是举手之劳，那我们可就真不客气要吃了哟。别客气，这些都是给你们做的，赶紧吃吧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好，动筷子，动筷子。小云，你咋了？稍微好吃，你快尝尝，这味道好极了。有你这么夸张的？怎么样？好吃，赶上顶尖大厨水平了。宋朝阳，你这厨艺有点天赋异禀啊！以后我们这里买肉了，都请你来做吧，我这里肉票不少，到时候我每次多买一点，你帮忙做出来，我们大伙一起吃，甚至你做完后还能带一些回去，这个就叫我们出钱，你出力，怎么样？没问题，你们下次什么时候要做吃的，就叫我一声就行了。行了，你们慢慢吃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家里人还等着我吃饭呢，饭盒还有碗，我明天过来拿。对了，宋朝阳，你不是还要借我的书吗？你看看书桌上想要看哪本，你就拿去看吧。我看了一眼，顺手就拿了一本语文，有前世经验，现在复习就只需要针对性的看看。等我离开后，两女就谈论起来。你看宋朝阳能考上大学吗？我和他又不熟，怎么知道他能不能考上？倒是你，我可从来没见到你表现的那么热情。你腿都没好，医生让你休息半个月，你连医生的话都不听，就忙着跑了回来帮他办事。你不会是对他动心了吧？你可别乱说，我是报答人家救命之恩，要不是他给我从山上背下来，我这腿就麻烦了。再说了，我走的时候可是答应过人家要帮他解决村里用水的事儿的，总不可能真让人家等半个月吧？等半个月，这田里的稻子那都死光了。我们是这生产队的知青，能帮乡亲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，那也是我们应该的嘛。以前可没见你这么在乎田里的稻子。我可告诉你，不管咱们考不考得上，明年都是会回城里的。你可别没事招惹人家。就算他考上大学，凭你们家的情况，你们也不是一路的人。哎呀，啰嗦，知道了，吃菜吧。另外一边，回到家里，家人就等着我回来开饭了。坐下后还没动筷子，就听到敲门声。糟了，是不是被隔壁闻到味儿了？怕啥？闻到就闻到了呗，正好让他们看看分了家，咱们过得有多好。算了，就当没听到，咱们吃咱们的，别去跟他们吵架。朝阳，是我啊，唐国庆，开门呀。唐伯庆是谁？是唐会计。朝阳，你可真是我的大恩人啊。续接上集，贾老太掌控整个老宋家经济大权，没想到今天说全被偷了。他现在怀疑是从小就疼爱的孙女和关系最要好的大儿媳，一个解释不清，一个表现心虚，眼看大儿媳还要把祸水往其他人身上引，贾老太实在有些憋不住火气。闭嘴！我看就是你们母女做的，赶紧把那几百块拿出来。宋丽也不是吃素的，而且还把他逼急了。你吼什么吼？没拿就是没拿。你声音大，你有理。这钱本来就不是你赚的，你就医保管的，还真当这钱是你的吗？我又不欠你的，你凶什么凶？贾老太这下真是炸了，这孙女偷了钱还不承认，还敢给自己降混账！你个小，你也要翻天了，敢这么跟我说话了？信不信我打你？按我的脸，老的，去你的！哎呀，宋丽，你敢踢你奶奶？是他先动手的，反了！宋守金，你就是这么教育你女儿的？你赶紧给我，快点动手！别打丽丽，钱是我拿的。妈，你可不能因为我就承认了。对，珍珠你没偷就别认。不，这钱是我偷的。好啊，好，家贼难防啊！你什么时候去拿的？我今天早上在堂屋里看到妈藏钱，然后我鬼迷心窍就去拿了。其实还想补一句自己只拿了20多，但是想到自己这么说，老太太肯定又要继续把嫌疑归结到女儿头上。好，你真行，我平日里那么信任你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。妈，我错了，您别生气。我不生气，这事儿我也不想说太多。以前我对你那么好，就算是喂狗了。现在你老老实实把剩下的钱交出来，以后你们家该做的活一点都别想少。老二老三家怎么上工，你们家就怎么上工。听到了没？还愣着干嘛？把钱拿出来啊！你不会说你把钱全部给花掉了吧？你什么你？承认了就赶紧给钱拿出来，别磨磨蹭蹭的。拿出来这事儿就算完了。珍珠，你拿了钱就赶紧拿出来啊！妈都这么说了。我钱没有了啊？什么叫钱没有了？你钱全花了吗？你说话呀！几百块钱，难道你全都花了？我就剩下这么多了。这也才20几块钱啊！我丢的可是好几百块。妈，
我真的就剩下这么多了。就剩这么多？你骗鬼呢？其他钱的你弄什么地方去了？你赶紧说出来呀！今天你早上偷的，然后一直和我在一起，也就是说你出门之前就已经把钱给花掉了。赶紧说，你弄什么地方去了？不是，妈，你别看我不知道呀。宋丽，你妈是不是把钱给你了？我可一分钱都没拿到，你别血口喷人，钱都是我妈拿的，她自己承认了，要钱你问她要去。无异于伤口撒盐，大伯母听到这女儿没良心的话，瞪圆眼睛，显然没想到宋丽居然会这样说。宋丽倒是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错，本来她也没偷东西，现在还有些委屈呢，无缘无故的被老太太冤枉，还被抓破了脸。说白了，这都是自己老娘造成的。老大媳妇拿的钱和其他人没关系，我也不问为啥偷这钱了。你们赶紧把钱拿出来赔了就完事儿，再闹下去，这左右的邻居知道了，到时候传出去丢的是宋家的人。珍珠，你咋了？别愣着，那么多钱你弄什么地方去了？你赶紧说呀，爸妈都给你机会了。没钱了，就这么多，一句拿不出来，就想把钱全给黑吃了。拿钱不拿这事儿没完。妈，您别急，我好好问问。珍珠，你跟我说，钱到底被你拿去啥地方了？是不是给你娘家了？大伯母这会儿脑子里一团乱麻，要是老实交代，只拿了20，那其他钱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。老太太还得怀疑自己闺女，自己又还得背一个盗窃的名头，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要是自己儿子在，他们肯定有办法解决。突然灵光一闪，钱我寄给朝风了啊！本来气势汹汹的贾老太，在听到了大孙子的名字后，果然一下像是熄了火，她愤怒的表情转为惊讶。朝风他要钱干啥？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吗？朝风他在县城那边谈了个对象，听说家里父母都是单位的官，那姑娘还是大学生。这么好条件，家里是当官的，姑娘还是大学生。大伯母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，这个谎言必须编到底。她一咬牙点了点头。哎呦哎，我就说我们家大孙子能干，朝飞能考上大学，他哥肯定也不会弱了多少。现在看来，我还真是没猜错，这小子行啊，以后怕不是要当官了。他现在和人家谈对象，钱有些不够用，悄悄的给我带了信，让我想想办法。我想着之前您给了招飞500，再问您要，您肯定不会给了，所以就动了这心思。珍珠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这朝风可是我大孙子，他要谈对象没钱用，我还能抠抠搜搜的不给他？你说一句，我把家底拿给你都行，不过就是一句话的事儿，你干嘛要闹得这么难看？就是朝风能够和干部子女搞对象，这多好的事儿！成了的话，就是光宗耀祖的好事。别说是几百块，就是上千块，宋家砸锅卖铁也得给他凑上。你呀，还是不懂我们的心。妈，爸，我错了。行了，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你，现在把事儿都说清楚就行了。那些钱就当是我给的，朝风搞对象的事儿，我必须全力支持他。妈，拿钱？大伯都有些不敢相信事情转机来的这么快，老头老太这态度堪比变脸呀！我不是说了吗？钱就当是我给的。哦，嘿嘿，行了，没什么事就散了吧。今天的事儿谁都不准往外说啊！好了，都回去吧。等等，什么就散了？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你还想干啥？什么叫没关系？我就说了，钱又不是你的，只是暂存在你那里。他偷去给他儿子，我们又没答应，缺钱搞对象，宋家全家就得砸锅卖铁，这是什么狗屁道理？那都是我们的血汗钱，你拿着我们的钱去装大方，谁答应啊？贾老太和大伯母这会儿也有些头疼了。刚才他们婆媳俩从互相交锋到偃旗息鼓，一直以为都是他们俩的事。这时候我的开口，他们才想起怎么就忘了还有这么个家伙。那你想怎么样？钱反正都已经给你堂哥了，总不可能把钱还要回来。我可以去县里找我堂哥要回来，要么这钱就算是欠我们家的，以后你们每个月分着还。不行，你不能去城里找朝风。续接上集，唐会计提着一只老母鸡，背着一个背篓来到宋朝阳家。朝阳，是我啊，唐国庆，开门呀！唐会计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不过还是有周围邻居看到，一会左邻右舍就把这事儿给传开，都说我这次是帮了大队的大忙。村上的唐会计背了一背篓的东西，还抓了一只母鸡过来奖励我。这话给传到了隔壁贾老太他们耳朵里，结果就给他们气得够呛。昨天分家之后，今天他们这边就被迫去生产队出工挣工分，好久都没高强度的干过。今天他们一出工就累得要死，本来心情就够差的了，现在心情更是差到了极点。这臭小子早不拿奖晚不拿奖，非要在分家之后就拿奖，
越想越气，但又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到了第二天，答应孔云和曹薇他要给他们喝奶。我做的这鱼怎么样？好吃，简直是太好吃了。要是以后吃不到，我肯定会哭死的。老实讲，自从我从家里出来后，就没想到自己能够吃到这么好的东西。宋朝阳，你这厨艺，就算是和有名气的大厨比，那也丝毫不逊色。那还是你们这边的调料齐全，我才能做得出来这样水平的菜。换做农村里其他家庭，可舍不得这么用调料。对了，过几天我要去镇子上买猪骨头，到时候你帮忙给小鱼弄几个骨汤菜补一补，我让他左腿上的伤早点好。行啊，没问题。接下来，孔云他笑呵呵的让我端走剩下的那半锅鱼，还让我把他这里的调料也分一半走。刚才他可听见了，说这里调料齐全，那么意思就是我家肯定不会有这些调料。他当即就决定分出一半给了我。小丫头，你看我带回来了什么？小丫头看到我带了大半锅的鱼，问清楚怎么回事后，高兴的差点蹦起来。到了中午生产队收工的时候，父亲回来就摆着个脸，直到看到饭桌上丰盛的午饭后，这才脸色稍缓。咋的？今天一个个都好像不高兴似的。别提了，今天你舅爷爷带了好几个人过来，当着生产队那么多人，给你爸一顿骂，骂的要多难听有多难听。他们骂的再难听，不过就是为了让我们重新回去给爷爷奶奶当牛做马。就算他们每天来骂，这件事也不可能如他们的意。看看这一桌菜，以前咱们和他们一起的时候吃过吗？确实，这桌菜要是放在以前，估计只有点汤汤水水进咱们肚子，能有一片肉剩下，都只能是他们挑的不够细心剩下的。那什么，就爷爷20几年，我还没见过他10次，现在跑过来充什么长辈？以前咱们家日子过得差的时候，他啥话也不说，现在咱们日子刚过得好一点，他就来了。他是个什么傻？今天要不是咱妈拦着我，我真想给他一耳光。那我爸就任由他骂。最开始还和他讲道理，不过后来发现讲道理讲不通，也就只能任由他骂了。毕竟怎么说也是亲戚，加上他年龄又大了，总归是不好还嘴的。不过还好，你爸心里清楚，任他上蹿下跳，也没答应他。听了三人的话后，想起了昨天晚上做的预知梦，如果猜得不错的话，接下来就该贾老太登场了。